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4年春节期间15至20万元高性价比汽车推荐，我将每款车型的推荐时间表列在视频下方，所有价格均取自经销商价格，且每个车型的性能参数、推荐理由均会在视频里标出，电车甚至会提供真实续航里程参考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该价位段是中国消费者主力购车区间，通过对这些车型的整理，可以窥探最新汽车发展趋势。同时我也会讲很多干货的汽车购车知识和2024汽车行业预测，不管是对购车小白还是进阶玩家，相信都能有一定帮助。但工作量很大，毕竟制作了大量精美 PPT 和万字买车知识文档，这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，3年是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今天的车型推荐排名不分先后，首先从轿车车型说起，推荐第一款车型领克03。喜欢运动的年轻人你就看它。领克分为混动和燃油车型，但 EMF 的就是混动， DCT 的就是燃油。这个价位段可以看 2.0T 劲 Pro 或者 Hero 版。Hero 版相比 Pro 贵1万，增加了 AR 导航、自动泊车、变道辅助、矩阵式大灯等配置。03搭载了一台254马力的发动机，最大扭矩350牛米，配合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并且这段时间劲 Pro 的成交价可以到15万，当然这是一个偏低的价格，个别地方会更高，成交价也不是落地价。不过如果预算充裕，想要一台更高性能的小钢炮，就可以看看03加。03加在原本基础上做了全面升级，最大功率195千瓦，最大扭矩380牛米，8档手自一体变速箱，底盘调教也更运动，适合想要操纵性的车友。第二，凯迪拉克 CT4， 不是 BBA 买不起，而是凯子更有性价比。虽说是2线，但是凯迪拉克依旧属于是豪华品牌。之所以推荐这款车，是因为它可能是最便宜的后驱车之一了，无后驱不豪华。这种布局可以提供50:50的黄金车身比例，起步加速稳固，加之凯迪最高237匹的马力，性能绝对够用。CT4 里分为1.5升211马力和2.0升237马力版本，但 CT4 的槽点也不少，比如后排空间拥挤、内饰设计风格落伍、中控屏太小、内饰颜色单调等，购买前要做好功课。第三，本田雅阁相比上代车型设计更加运动和具有质感，前脸采用低趴造型，中网与两侧灯组两两相融，上一代溜背设计也得以保留，在同级别 B 级车中，该车空间表现有一定优势，后排腿部空间不错，兼顾家用需求。几款车型里，推荐直接看看 Turbo 卓越版，性价比最高，增加了 L2 级安全驾驶辅助、全速自适应巡航、倒车影像、HUD 抬头显示，该有的配置基本都有了。毕竟卓越版的成交落地价可以达到16.88万。第四，丰田凯美瑞，买它主要是图省油安全。2.5升版本的百公里综合油耗为6.0升，2.5升混动版百公里4.1个油，既是家庭用车的首选，也能兼顾一定程度商用。2023款新车相比上代油耗降低了32%，功率却降低了不到5%，价格还降了2万，很有竞争力。凯美瑞标配10个安全气囊，还有很多主动安全配置，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做到月均2万台的销量。2023款凯美瑞有14个配置可选，还价格相继，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我们可以先按动力把它分为3类车型：2.0升、2.5升以及2.5升混动。在2.0、2.5升里，精英版就是盖版，不推荐购买，缺乏倒车影像、自适应巡航、无钥匙进入等功能。GEP 价格只需增加1万，在增加以上配置的同时，也升级了座椅材质和真皮方向盘，性价比比较高。最近全国成交价可以到15.68万。豪华版的升级主要在导航系统和语音系统上，升级后获得体验提升偏低一些。风尚版和骑士版主要升级在皮肤上。第五，大众帕萨特。帕萨特车型进入国内已经有20多年了，知名度、保有度、保值率高，是 B 级车标杆，但提供了越级空间享受，轴距达到了2871毫米，空间大，内饰也豪华。除去入门级外，都采用了真皮质感的方向盘和座椅，乘坐体验舒适，并除入门车型外，均配前排电动座椅，前排座椅加热，高配车型前排座椅还支持通风加热，后备箱还特别大，实用性很高。帕萨特给我的感觉是一台还算实诚的车，但缺点是日常道路的加速平顺性不如自然吸气车型，在市区遇到堵车1、2档切换时，偶尔会有明显的顿挫，配置相对不多。2024款提供1.4升150马力、2.0升186马力和2.0升220马力3个版本，1.4升整体都不推荐，动力表现太差，如果真要买也是看精英版，增加了11000块，提供倒车影像、自适应巡航、真皮座椅等配置。2.0升330版本看精英版，如果需要 L2 级别辅助驾驶就看豪华版。2.0升380版本看豪华版本即可。所有配置博主都对比过，做过了功课，推荐的都是性价比最高的，省下大家研究的时间。这个价位可以推荐的轿车还有很多，但视频时长有限，就不再做补充了。部分轿车车型我会在新能源板块里推荐。这里我也插播一个知识点，就是咱想在网上问到汽车底价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必须要去线下谈判。网上很多门户网站的价格也是不靠谱的，因为 4S 店会用限时优惠的名义你有你过去，而 4S 店的坑有很多，比如上牌费要价上千块，那是屡见不鲜。如果自己去上牌，可能也才200-300左右。买车前最好就研究确认好车型配置，不要让销售给你推荐，否则大概率会给你推荐库存车。总之这种 4S 店的套路很多啊，好在我制作了一份
万字 4S 店购车指南，相信只要是买车车友都能用上。评论区置顶免费领取，只需给我个1键3连就好，也能让更多车友看见。这件事博主完全是公益性质在做的，以及你可以点击我的主页，选择买车纯干货指南手册，所有买车所需知道的事我都制作了单独的视频，虽然很累，成本也很高，但我还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如何买车避坑，让更少人被 4S 店套路。如果觉得博主做的这件事情有意义，就给我个关注和3连吧，我会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。继续我们今天的 SUV 推荐，第一，吉利星越 L， 颜值设计有点沃尔沃的味道，虽然自称是紧凑型 SUV， 但空间真的很大，几乎跟宝马 X3、奥迪 Q5L 相当，很适合家用，配置也很丰富。L2 级别自动驾驶、座椅按摩、主动降噪基本都有，内部还有块大连屏，科技感十足，内饰做工也很精良，看不出是10几万车的样子。不过缺点就是油耗明显，轻轻松松综合油耗10个油，车机系统还有很大优化空间，会卡顿。2024款云旗版和天际版的配置差异主要在 HUD 抬头显示、更大排音响、后排隐私玻璃、后排独立空调上。天际版的性价比更高，云旗版近期国内成交价可以到15.37万，天际版在16.82万。第二，丰田 RAV4， 这款车非常省油，城区道路差不多也才8个油，车内空间舒适也不错，并且4驱版能很好的应对湿滑路面，有一定的驾驶乐趣，动力也足。缺点可能是外观设计比较老旧，缺乏新意了，没有什么记忆点，做工比较粗糙，隔音不是很明显，在急加速时发动机有一种声嘶力竭的感觉。这款车哪怕是买盖版也可以，给的配置也很厚道， ACC 自适应巡航、车道保持、主动刹车这些都有。预算更高一些，提高2万预算，风尚版可以获得电动天窗、全景影像、液晶显示屏、分区自动空调等，也是很值得的。风尚版最近全国成交价可以到16.6万。第三，瑞虎9，这款车其实是偏贵一些的，同级别有很多别的车型性价比都比它更高，但推荐它也是因为它有7座版本，一些家庭用户可能有这个需求。配置方面，瑞虎9基本该给的也都给了，L2 级别辅助驾驶、自适应巡航、电动尾门、座椅加热、通风都是全系标配。瑞虎9里如果对4驱没有需求，就看尊贵版性价比最高。这个价位段燃油 SUV 推荐的不多，如果有别的欢迎在评论区补充。我们进入今天推荐的重头戏，新能源推荐。发展到今天，买一台电车早也不是标新立异，2023年底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40%，再创历史新高，尤其是在20到30万区间，渗透率已经超过燃油车型，30万以上车型的电车渗透率也超过30%，而10到20万价位段还是油车买的更多一些。但2024年20万价位段将是新能源主攻价格区间，会有很多竞争力很强的产品出来，一来是这块市场足够大，二来是电池价格的暴跌也给了新能源向该价格段进军的底气。如宁德时代推出的173安时的 VDA 规格磷酸铁锂电芯，电芯价格不会超过0.4元每瓦时，也就是1度电成本差不多400块，100度电池的成本也就4万块，如果再把散热护板等配件算上，那也才5万块。而在1年前，100度电池包的价格大约要9到10万，100度电池包大约能实现500至700千米的续航，所以缓解大部分人的里程焦虑，将来消费者就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新能源车型。对新能源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我们频道，之后会讲很多电车购买知识和车型推荐。今天推荐的第一款新能源车型，比亚迪汉 DMI， 这是目前比亚迪旗下最畅销的中大车型，20万可以买到汉 EV 冠军版和 DMI 精英型、尊贵型。比亚迪汉的外观充满中国元素，前脸是悬浮式龙晶 LED 大灯，尾部是贯穿式中国结 LED 灯，内饰的设计也非常豪华。不过低配版车型是仿皮而不是真皮，汉的配置很丰富，续航表现出色，缺点是胎噪和风噪比较明显，特别是跑高速时，这点可以通过换胎解决。比亚迪汉因为轴距大、车子宽、转弯半径大、底盘低，容易刮底盘，开车需要注意一下。因为是磷酸铁锂电池，且热管理水平有待提升，在北方的冬季续航打折厉害，但整体而言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车型，也是长期销量榜热门。第二，宋 Plus 新能源，今年1月，宋 Plus 迎来了第80万辆新车的下线，用3年就实现了如此庞大的销量。这是一款实力均衡、无明显短板的水桶车，续航扎实，油耗低，还有一定智能化水平。缺点可能是减震悬架的过滤效果一般，过坑洼路段时震动感比较明显，高速有一些风噪和胎噪，其他都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个价位段算是非常均衡，全面领跑同级产品的车型了。第三，比亚迪海豹，只能说这个价位比亚迪确实杀疯了。这款车是海洋网下的轿跑车型，外观运动且时尚，车头部分的封闭式进气格栅和犀利的大灯结合，辨识度很高，有着流畅的车身线条和溜背式车尾设计。比亚迪海豹采用了前双叉臂、后5连杆的独立悬挂系统，有着舒适的驾驶体验。海豹智能化配置丰富，配备了各种高科技功能，如全液晶仪表盘、大尺寸中控触摸屏、智能语音控制系统、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等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比如辅助驾驶体验偏差，比如车道居中会一直调整方向盘，让人不太敢用。空调设置没有物理调节功能，底盘比较低，走烂路可能磕到底盘，行驶时需注意。第四，领跑 C11， 这是一家浙江的新势力品牌，主打全域自研，原本是想是缩减成本，但领跑近年来亏损严重，领跑加车性价比非常高，配置给的很足，尤其是
士 C11不仅智能化配置做得好，内饰也采用了大量软质材料和真皮包裹，给人一种高端的感觉。车内空间宽敞，后排座椅的腿部空间和头部空间都很充裕，并且配备了一套先进的空气净化系统，可以有效的过滤车内的有害物质，很适合家用车。第五，银河 E8， 最近新推出的一款车型，外观设计凌厉且有未来感。E8在经历过25处低风阻设计后，将风阻系数做到了全球量产最低 0.199， 将空气动力学设计做到极致，使用的是吉利 SEA 纯电架构，跟极氪同平台，因此同样有着平稳的运动性能。E8的黑科技很多，我这里随便念几个：汽车 AI 大模型，支持卫星通信，可以在车内玩3A 游戏，狂野飙车9，真的有一些未来汽车的样子，并且这款车是吉利推出的，品牌售后值得信任。所以电车新能源并不是新势力专属，传统造车厂也是很能打的。这里顺便也说一下，2024年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大模型上车，大模型对汽车行业的颠覆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深。第六，长安深蓝 SL03， 前脸造型非常帅气，尾部的贯穿式尾灯深受年轻人喜爱，加上它的低趴姿态、无边框车门以及隐藏式门把手，整车的颜值在同价位车中绝对是佼佼者。不过它的小毛病很多，有各种异响问题和死机问题，在车的设计上也有些偷工减料，如前排座椅只有坐垫可以加热通风，前轮没有内衬板，底盘偏硬，减震一般。如果可以忍受这些小问题，这款车还是值得入手的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就放一些对2024汽车行业新一年的预判吧。第一，今年将是城市 NOA 密集上车的一年，越来越多车型会开放自己的城市 NOA 功能，并且到年末，如果谁家新能源没有城市 NOA， 将影响到消费者的购车决策。消费者对智驾的态度是我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没有。去年开年时，东风为首的车企都在打价格战，那是因为当时技术创新的停滞，新能源也从科技属性回归到制造业本质。而智能化是可以帮助车企走出价格战泥潭，开启新一轮产业升级的。华为在2023年末凭借巨量的研发投入，将自动驾驶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。问界新 MC 并不便宜，但依旧卖爆，这是因为它有着超高的智能化体验和良心的价格，构成极致智驾比。2024年车企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大。第二，2024年纯动与混动将并驾齐驱，混动车型增速会超过新能源市场整体水平，可能成为替代传统燃油车的重要部分。第三，市场对于高端电动车的需求也会爆发。目前50万以上的汽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只有11%，这一细分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。安信证券也预测，2024 30至40万、40万元以上价格带新能源车销量分别增长47%、111%。未来 ET9、仰望 U8 这样的100万级国产车型将会越来越多。之前很多人不看好仰望，但实际它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2000台，直接卖爆。杭州的仰望门店甚至络绎不绝，而能支撑起100万豪车定价的，本质还是国内深耕多年且领先海外的电车技术。2024汽车市场只会更加精彩，博主非常期待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新手小白购买第一辆车要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，最好和身边懂车的朋友一起，让他帮忙出谋策划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下的功夫越深，购买的车型便越合适，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，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心仪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好，这个系列我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